你最近刷短視頻，逛上海南京路、深圳华强北，是不是有種錯觉？魔都快改名小孟买，华强北直接成了印度客上的海外总部？印度人是不是要占领上海、廣州了？加拿大政壇被印裔滲透，意大利變印大利的悲劇會不會復刻在中國？新加坡變印加坡的悲劇會不會復刻在中國？有人在地鐵實拍，滿車廂印度遊客；有人曬廬山秦嶺亂象，洗澡明火烤肉屢禁不止。數據更嚇人，今年一季度23萬印度三哥三嫂入境，同比暴漲320%，單廣東就湧入15萬人。很多人越看越慌，甚至悲觀發問：我們會不會幾十年後變成第二個加拿大？本土資源被擠占，城市風俗被改寫。今天我不販賣焦慮，也不人云亦云，咱們用99%普通人看不見的視角，古代番坊管理制度，現代出入境閉環法規，一次性講透3個真相。第一，這根本不是無底線放開，而是一場大國主動布局的全球人才爭奪戰。第二，為什麼歐美會淪陷，唯獨中國有天然制度防火牆？第三，景區地鐵的亂象，國家已經配套了什麼殺手鐧？古人云，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。看懂這套底層邏輯，你所有的焦慮就會煙消雲散。我是白帆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北京。先承認大家的焦慮完全合理，不是小題大做，而是3件事疊加，耗盡了國人包容心。痛點1肉眼可見的視覺衝擊，入境數據暴漲帶來的壓迫感。前2年北上廣深外籍面孔多元均衡，日韓、歐美、東亞、東南亞分散分布，視覺上沒有擁擠感。今年徹底變了樣，上海外灘、南京路旅行團成群。成都天府機場清晨6點入境通道密密麻麻全是印度訪客，深圳華強北常年駐紮大批印度外貿商人，上海張江大連軟件園印度 IT 工程師扎堆深耕 AI 芯片賽道，就連鄭州、銀川、濟南這種內陸2、3線城市街頭隨處可見印度遊客。權威數據擺在眼前，今年一季度印籍入境人次同比暴漲320%，今年前4個月在華印度從業者漲幅50%，占全部在華外籍人員3%。短期遊客、長期從業者同步激增，普通人走在街上，本能產生被包圍的壓迫感，這是人之常情。華夏自古禮儀之邦，《論語》講：“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”我們對外國友人向來寬容包厚，願意接納文化差異、生活習慣不同，但包容不等於縱容。好客不等於無底線退讓。近期一系列離譜事件反覆踩中全民紅線，生態底線失守。北京亮馬河使館水域、廬山5A 級景區溪流被當成私人澡堂肆意洗浴，秦嶺林區明火烤肉，無視森林防火規定，一旦起火會造成全域生態災難。公共交通秩序崩塌，深圳地鐵母女食用氣味濃烈的手抓飯，異味鋪滿了整節車廂。上海地鐵多名男子脫鞋占座，當眾吃重味的餡餅。劃重點，國內普通乘客地鐵剝簾子都會罰款50元，對內嚴於律己，憑什麼對外網開一面？公共禮儀全無，大批遊客落地直接霸占酒店大堂沙發，橫躺豎臥，腳踩茶几。上海高端餐廳吃完直接賴賬，謊稱沒錢支付，轉頭就拍攝中國逃單省錢攻略，發到油管那些外網。把無素質當成了流量密碼，大肆炫耀，市容底線崩潰。廣州立交橋下、深圳富士康門口頻繁出現當眾隨地小便，逼得廣州推出3非外國人舉報有獎，全民監督政策兜底治理。2層外部推手更加劇大眾焦慮。第1層印度全網系統性洗腦本國民眾，油管INS 大量本土博主統一輸出的話術，中國人防備心低，中國物價低廉，可以零元暢遊。旅遊簽能鑽空的長期滯留，低成本在中國薅資源，直接導致無數底層無業青年、投機者被話術忽悠，抱着避暑、淘金、蹭福利的心態湧入中國境內，也是亂象高發的核心人群。更有甚者，部分印度博主帶着預設偏見來華，專門拍攝老舊綠皮火車抹黑，造謠監控系統只為監視百姓，居高臨下雞蛋裡挑骨頭，刻意煽動中外對立。第2層，意大利短短11年湧入10幾萬印度人，機場樹立巨型羅摩神像，本土行業被壟斷，
本土就業被擠壓，網友戲稱印大利。加拿大情況更誇張，印度裔全面滲透政壇。2025年安大略省選舉37名印裔參選，甚至有人公然宣稱印度人才是加拿大真正的主人。普通人的擔憂很真實。今天10幾萬遊客，明天幾十萬定居者，長此以往，會不會抱團扎根，繁衍聚居，擠占教育、醫療、就業資源，慢慢改造本土城市生態？說到這兒，大家有恐慌，完全正常。但接下來全網最顛覆性的反轉來了，很多人只會盯着印度人變多的表面現象，卻忽略最核心的本質。一個國家會不會被外來族群滲透同化，從來不是由入境人數決定，由整套居留、執法、移民底層制度決定。鹽鐵論寫：治世不一道，變國不法古，善容遠人者，必有法度鎖其根本。我們從千年治理傳統對比歐美體系，一眼就能看懂差距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漢唐盛世早已經歷萬國來朝，長安西市、廣州番訪胡人、波斯、印度商人雲集，規模遠超今天。但古代王朝從未出現族群反噬，靠的是一套成熟管控邏輯，放到今天依然適用。劃定專屬聚居區，唐朝在廣州、揚州設立番訪，外來商人統一集中居住，不允許隨意散居城鄉，地方官府統一登記造冊，雙軌法治底線。唐律疏儀化外人條明確規定，外國人內部糾紛可依本族習俗處置，但外國人與中國人衝突，觸犯公共律法，一律按大唐國法嚴懲，主權底線絕不退讓。任何責任綁定機制，番訪設立朝廷任命的番長，所有外來人員行程、資產、居留時長全部報備，出現非法滯留、違法亂象，直接追責番長，形成連帶責任。這套集中登記、禮法分明、權責綁定的思路，完美延續到現代出入境管理體系。反觀歐美，自古沒有這套屬地管控思維，只開放接納，沒有前置登記，沒有強力清退機制，才埋下族群失控的隱患。接下來咱們來個現代制度硬核對比：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意大利對比中國，4道不可逾越的防火牆。防火牆1：國家定位天差地別。歐美是移民國家，中國是非移民主權國家。加拿大、意大利、美國立法核心是吸納移民，設立完整落地居留、永居、家庭團聚通道，短期游客可輕鬆轉公簽，公簽轉永居，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均可批量團聚入境，幾代人長期扎根，逐步掌控地方產業、政壇話語權。而我國法律明確，無普通外籍人員落地定居通道，旅遊 L 簽，商貿 M 簽，高端人才 K 簽，全部標注固定停留期限，到期必須主動離境。中國永久居留綠卡門檻全球頂尖，僅限頂尖科技人才、大額投資者，對國家有突出貢獻者。普通印度遊客、普通 IT 從業者幾乎沒有申請資格，不存在大規模世代定居的制度空間。防火牆2：入境生物識別鎖死身份。其10幾年前那招撕毀護照黑戶套路徹底失效。根據出入境管理法第7條規定，全國所有航空口岸、陸路口岸入境外籍人員強制採集指紋、人像人臉識別，全國移民系統數據互通共享。10幾年前分布外籍人員撕毀護照，裝聾啞人隱匿身份，靠語言障礙逃避核查，這套手段在今天完全作廢。哪怕你銷毀所有證件，拒不配合溝通，機器通過指紋、人臉即可匹配國籍。過往入境記錄非法黑名單溯源零難度。上海邊檢曾處理典型案例：印度遊客超期滯留12天，主動退掉返程機票，身上僅存200元，企圖惡意滯留，即便全程裝聽不懂，生物信息瞬間鎖定身份，全程無份追責。防火牆3：非法滯留處罰體系完整，違法成本極高，不存在賴着不走的空間。條例明確非法滯留處罰標準，超期停留每日罰款500塊，罰款上限1萬塊。拒不配合惡意滯留，直接處以15天行政拘留審查；無力支付罰款、返程機票費用，直接對接所屬國駐華使領館追償。這兒很多人不知道一個冷知識：各國駐華使館、領事館、館舍並非無償使用，每年需要向中方繳納場地、配套管理年費。這種使館長期推諉，拒絕承擔本國公民遣返成本，中方可調整館舍租金標準。外交層面擁有完整的約束手段，不存在使館肆意偏袒、拒不配合的情況。
前面上海案例裡，這名惡意滯留的印度遊客，最後只能聯繫國內親友匯款補齊罰款，購買機票離境，而且同步錄入出入境黑名單，5至10年禁止再次入境，一次投機永久鎖死來華通道。防火牆4全民網格化居住監管，無處隱匿藏身。法律硬性規定，外國人入住酒店、租賃民居24小時內必須到辖區派出所完成臨時居住登記。房東、民宿經營者未主動報備，會被行政處罰罰款。出租車司機、社區網格員、基層群眾都可以舉報無有效證件外籍人員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全民監督體系。想躲進城鄉結合部、村落長期黑戶生活，完全不具備實操空間。基層網格化排查定期全覆蓋，3非人員定期集中清退。此前深圳一次性清退37家印度人注冊的空壳公司，排查上萬名潛在非法滯留人員，就是常態化整治行動。全網大量自媒體带節奏，宣稱中國放開低門檻簽證，隨便印度人湧入，這是徹頭徹尾的謠言。今天一次性拆解4層真實推手。第一層推手，美國 H-1B 簽證大幅抬價，印度理工人才赴美通道徹底收緊。過去全球71%的美國 H-1B 技術簽證申請者都是印度 IT 人才。印度理工科青年高度依賴美國就業市場，但政策調整以後 ，H-1B 申請費直接暴漲100倍，甚至10萬美金。絕大多數普通印度人員徹底失去赴美渠道。歐美各國同步收緊技術移民門檻，海量理工科青年无處可去。恰逢2025年10月，我國正式落地 K 字青年科技人才簽證，瞬間成為全球唯一对海外 STEM 青年開放便捷入境通道的大國。印度主流媒體 NDTV 今日印度全網大肆宣傳，美國敵視印度，中國敞開技術大門，直接引爆這波來華熱潮。推手2，海外印裔抱團灰色產業鏈平移國內，投機亂象的來源。硅谷流傳行業鐵律，招一個印度人，早晚引來一整個族群。印裔海外抱團帶動同鄉壟斷行業資源，是全球共性現象。波音印裔高管上位4年，印度員工從1000人擴充至2萬人。微軟晉升人員70%以上為印度常見姓氏。馬斯克接手推特以後，深知族群圈層壟斷弊端，直接斥資數億美元遣散費，72小時清空全部印裔高管。如今這套灰色產業鏈完整轉移至國內，印度中介聯合在華老從業者，靠偽造學歷、空殼公司掛靠，短期拆借虛假流水，2000塊就能包裝材料辦理簽證。大量無資質投機者借此入境，企圖非法滯留、非法務工，也是地鐵景區不文明亂象的主要群體。推手3，印度本土生存環境惡劣，底層民眾來華避暑淘金。印度常年極端高溫酷暑，就業崗位稀缺，本土 IT 工程師平均月薪僅5000人民幣，薪資、治安、基礎設施遠不及國內。再加上外網博主鼓吹低成本旅居，大量底層無業青年抱着蹭吃蹭住、避暑遊玩的心態入境，缺乏基本的公共規則意識，持續造成各類負面事件。推手4，國家人才強國戰略，主動開放 K 簽，精準搶奪全球頂尖理工人才。很多國人不解，我們擁有1.1億科技人才儲備，為什麼還要引進外籍人才？道德經有言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。人才競爭從來不是閉門造車。我國人口總量全球第一，但頂尖高端科研人才密度、全球化市場運營經驗存在短板。AI 行業公認，頂尖研究員工作效率是普通人從業者上萬倍。這類稀缺人才是國內芯片、人工智能企業出海搶占全球賽道的剛需。印度理工科人才英語流利，熟悉國際商業規則，能夠助力國內科技企業打通海外市场渠道，這是推出 K 簽的核心戰略目的。再來個重磅辟謠 ，K 簽絕非低門檻大眾簽證，門檻卡死普通務工遊客。根據國務院814號令官方條例，K 字簽證僅限全球知名高校的 STEM 理工科本科及以上青年人才，必須提供學位、科研經歷證明，而外賣、流水線工人、普通旅遊民眾完全不具備申請資格。政策便利只針對高端技術交流、創業科研人員，從來沒有放寬低端人口入境通道，是精準引才，絕非無底線敞開國門。說了這麼多接下來咱們分3層，給出可落地、正在逐步推行的完整方案。
區分兩大問題：一是長期族群滲透隱患，二是當下頻發不文明亂象。第一层簽證入境源頭管控，從入口過濾投機人群，收緊印度旅遊 L 簽資金審核，取消短期憑借7500元流水認可標準，強制要求長期穩定銀行流水、固定收入證明，杜絕臨時湊錢、造假辦簽、K 簽全程背景符合，联合海外院校、科研機構核驗學歷真實性，嚴厲打擊中介學歷造假，造假申請人永久拉黑，禁止入境，建立入境分级預警，对多次外网發布滞留、薅羊毛、逃單攻略等不良內容的外籍人員，直接簽證拒簽，從源頭攔截低素質投機者。說到這兒，我想送給屏幕前每一位心存顧慮的朋友們一句荀子中的千古箴言：君子寬而不慢，廉而不賄，辯而不爭，察而不激。何為大國氣度？是海納百川，敢打開國門參與全球人才博弈，不固步自封，不閉門造車。何為立國根基？是法度森嚴，自有一套延續千年、與時俱進的管控體系，寬進但絕不放任，包容卻必有底線。漢唐長安，萬國來朝，藩坊商賈雲集，卻從未動搖華夏根本。如今全球人才流轉，印籍客商、理工青年踏足上海、廣東，看似人流洶湧，實則全程盡在制度的框架之內。加拿大、意大利淪為印拿大、印大利，病根從來不是外來人口，而是移民國策先天缺失約束。而我們從唐代藩坊連坐制度，到如今指紋、人臉雙生物核驗，全域网格化登記，超期重罰、黑名單終身限制，四道防火牆層層疊加，早已從根源堵死族群無序扎根，擠占本土資源的所有可能。所以不必擔憂上海淪為門外，更不必恐懼華夏重蹈歐美覆轍。這片土地延續數千年的禮法體系，完善現代化出入境法規，全民參與的監督網格，就是守護我們生活秩序、本土文化最堅固的屏障。開放是時代的大勢，法度是安心良藥，兩者相輔相成，才是獨屬於中國的從容底氣。如果你看完這條視頻，解開了心中積壓許久的焦慮，看清了這件事背後不為人知的頂層布局，不妨點讚轉發給身邊總在恐慌、跟風傳播焦慮的親友，少一點無端內耗，多一點客觀清醒，看懂國家布局，方能從容看懂世間百態。我是白方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